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社会就是超过70%的人是不信任司法我们超过70%人不信任司法，但是我们在死刑这件事情上完全相信法官，这个不会有点荒谬吗？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新闻事件背后不一样的观察，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欢迎大家加入。不晓得对于死刑大家态度如何，是支持或者反对废死呢？4月23号宪法法庭针对了死刑存废是否违宪来进行辩论哦。那么最快呢会在7月下旬就会做出判决。而废死在台湾真的一般民众大家心里头都做好准备了吗？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废死这偏向敏感的这个话题哦。来介绍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是蔡尚谦蔡律师，是陈万法律事务所的这个职业律师，同时也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法案的评鉴委员。蔡律你好。你好，小主播。哇，这个宪法法庭在这一次4月23号的这个辩论是一般民众很关心，我相信在你们法律专业领域应该也非常的关心，有很大的激荡大家会不会聊一聊会有一点激动的情绪啊？就是如果说坚持己见的话，那这是完全对话，很多群组都看到在吵架，在吵架嘛，也都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对话，因为各执己见。对，就是在4月23号这一次的宪法法庭，他们在彼此辩论当中的论述攻防，就是在正方跟反方，正方应该是提出来的那一方违宪，认为违宪。OK， 那我大概就简述一下哈。那几个基础啦，第一个是说死刑到底是应该是应报理论还是吓阻理论？那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刑罚这件事情啦。应报就是所谓的报应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报应，就是说就是因为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那或者是吓阻的话，就是说我透过这件事情的刑罚的够严格，然后让你感到痛苦，所以你不敢去这么做。对。但不常常就是两件事情大家都是同样认为是有这样的效果吗？所以其实申请方有提出一些数据，然后讨论说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可以证明说死刑是有真正的吓阻之效。对。那如果说单纯沦为复仇的工具的话，申请方也觉得说那这样我们把人的价值或者是人性尊严放在哪里？这是申请方的一个核心的基础的点。就是支持废死的这一方。对，支持废死这一方。那另外还有几个因素啊，比如说他们会认为说先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要用司法来处理，是因为死刑这个重大的议题它不能也不适合放在用公投或民意的多寡来做一个表决。对，因为比如说我们那个回到释字第748号同性婚姻的例子，它就不是一个适合用民意来处理的案例。对，这是支持废死这一方的说法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一方的说法。没错。那反方也就是说认为死刑是合宪，不应该废死的这一方，他们认为说就是其实很多就是认为说应该要交给立法院来决定。就是交由民意了，等于是。对，交由民意。而且其实说真的，现在的民意你不管怎么做了，我看过很多媒体的民调，大家就压倒性的8-9成，真的是非常压倒性。网络上面呈现出来的也是一样，因为我就是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我稍微查一下。是最近网络上针对这个题目，也是因为现在宪法法庭在讨论嘛，所以又在进行了一次的调查，发现呢废死的负面声量是4.8万则，正面声量只有3000多则，所以它文字上面的叙述叫做碾压，你知道吗？确实是碾压。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对话，没有办法真正的对话。那我再讲一下，就是关于认为死刑合宪的一些例子，他们的论述，对他们的论述，因为我觉得这个需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他们有考虑说，刚刚讲的交给立法机关这是一件啦，那另一种可能是说，认为人性尊严不是那么明确，那当事人应该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要保护人性尊严，那常见一种论述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去保护加害人？当加害人，对，被害人已经被伤害，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加害人他不应该负起他的责任吗？那这也是一种论点。可是很微妙的，这个支持死刑方的其中一位教授，他也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也承认死刑没有违和力，但是他认为说
刑罚不可以是依照成本效益。成本效益对，因为我们平常的其他的刑罚是有这个考量的。成本呢，这是经济上面的数字上的成本效益这样算的。对，我们在法律也会考量就是法律经济学。对，某一些犯罪它的适合的刑度在哪里？我可以举例一下，比如说关于掳人勒赎，那是否有杀人？那就是是有撕票啦，撕票，那就是你有没有撕票的罪行是一样的。那对于罪犯来说，他就认为说，那反正有撕没撕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不如撕了，让他不会有机会去查到我。对，那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我们称之为法律经济学，它确实是一种成本效益的考量啊。对，但不是我们所理解就是算数字的那一种，不能这样算。对，刑罚不能这样算，人命也不应该这样算。对啊，没错，你没有办法对价一个数字啊。确实，而且如果说有些杀人犯他们是杀了不止一个人，对，那这个时候人命怎么去计算？那就不管你判多少个死刑，他还是只会被执行一次。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成本效益，在刑罚上不应该这样去看待。是，不过像双方正反两方这样的论述啊，长久以来只要讨论到这个题目，基本上论述大概都是这些，对不对？很难聚焦啦，很难聚焦。不过这一次那个我认为大法官在提问的时候，他们确实有一些让他更精致的一些论述。是，对，那也确实提出来，像这次被作为媒体标题提出来，就是詹森林大法官，他就问说，一定要遵从民意吗？对，这个被放大，但我觉得他的那个论述是很认真的去思考，去问那个法务部，就说，死刑这个议题，它是适合被民意决定的吗？对，那我觉得如果是精致的讨论，也应该考虑到这一块了。对，那甚至我记得有一位支持死刑合宪这一方的教授，他也认为说，虽然民意不是大法官要考虑的事，他也明确这样表达，但是他也认为说，你还是要予以参酌啦。是，你们自己法律界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民意基础对于你们来说是需要特别来讨论，或你们觉得该不该纳入主要考量？应该说，就这个题目，如果说考虑到生命权的话，因为生命权无价，对，所以我认为说它不应该是民意决定，但是有些人会说，那如果不是民意决定，那少数人决定可以吗？那其实就是说。大法官也是有一点点民意基础的，因为毕竟他是立法院表决通过之后，可是他对大家来说，那民意基础隔了好几层。对，那就我们说间接的民主，超级间接的民主。对，那可是我觉得确实如刚刚提出的，有一位教授认为说，应该要参酌民意的一个就是意向嘛，然后就是你是否要这么剧烈的、快速的在短期内做出它合宪或违宪。对。那如果说是违宪，那当然与社会90%以上的认知不同，那是不是会造成更严重的反扑？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不过我也很好奇，因为这次也在讲到说，好像就12位大法官嘛，对不对？参与这一次的这个，参与这一次，因为有3位回避。对，如果说就这么12位，他们到时候真的做出了死刑违宪这样的判决，到了7月下旬好了，这么极少数的12位对上极大数的这个民意基础，是很多人就说哈。这样真的就废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吗？他的法律程序是怎么样？如果假设他真的7月下旬说好违宪这样，那怎么办？再来是怎么样？如果先说违宪的话，我们先讨论如果违宪，那它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立即违宪失效，立即失效。马上哦，有一种可能是这样。那37位死刑犯就是全部要再重新审一次，然后他们的判刑要重新再来一次，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就是他们会变成无期徒刑了。重新就是假设好的情况，对，就是重新审理后，然后获判为无期徒刑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因为要立即嘛。对，立即失效的话，对，因为不会说死刑没有，然后就无罪了。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要再来一次法律诉讼的程序，然后再定他的刑期？因为如果立即的话，我马上想到是你就还没有配套啊。对，因为没有配套，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啦。那另一种可能就是说，定期失效嘛。定期失效，那个给立法机关就是一段时间，比如说2年、3年，然后去处理在这个过渡期间法律的一个修正的问题。对，那这也是有可能。刚才我们是讨论如果违宪，我们法律界内部在讨论啦。虽然说大家的这个冲突也有一些冲突，可是目前比较多的一个共识猜测，大家用猜测，可能会是合宪性的解释，认为死刑合宪，但是要严格的限缩它的使用的
可能性，就是会有一个 but， 对，会有一个 but。对，那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上个礼拜也才刚出来的这个公然侮辱案，公然侮辱案件，那就是说公然侮辱其实是合宪的，但是要严格的限缩它的使用时机。近年的倾向啦，大法官释宪或者说新的这个宪法法庭制度之下，其实他就比较倾向说，可能会认为说还是合宪，但是怎么样怎么样，给你一个特殊的限缩。对，那我觉得这样在。特别是死刑这种重大争议啦，他如果在现在的台湾，在现在的当下，我认为这样也是比较妥适的方法。对，但真的就是要等到7月下旬出来。7月下旬，对不对？现在说最快，最快了，最快。对，因为3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2个月。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讨论足足5个月的时间这样子。但是5个月一定要做出来。5个月一定要做出来。对，没错。明白。那这个是你们一般在猜这大法官最后讨论出来结果比较倾向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不过你们自己法律专业领域啊，对于废死这件事情，大家普遍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因为老实说，我有听我一位律师朋友讲啦，他是跟我说，其实绝大多数律师都觉得比较倾向废死，然后原因是因为 sooner or later，终究有一天是要走到废死这条路的，是确实是大家是气氛是这样吗？其实一开始在理解同道的想法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互称道长对，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说，其实会随着年龄，然后还有案件接触的程度，态度会有所改观。对，那甚至我也亲眼目睹了几位，就是从支持废死，然后转变到反对的，非死不可。这是非常两极化的转变，非常两极化，非常两极化。那其实如果以这样的例子来说的话，那几位同道啦，那他们的立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确实看过一些比较残虐的杀人，对，那或者是就是以纵火的方式，对，然后或对诸如此类，或者是对全家嘛，你刚刚讲的类似的，对，那也不一定要到那么严重的犯行，但是其实有一些暴虐杀人或暴虐的侵害的行为，都会让他们认为说，有些人真的是无法教化，对，那就是看多了，你的想法真的会被扭转了，我不能说扭曲啊，但是至少是一种转向，就会不一样的，确实会不一样。所以就法律专业领域这一个你们的同温层，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其实也是蛮分歧耶，非常的分歧，而且它还不只是说真的你要站正反两方而已，对，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就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出来，就是怎么教化这些人。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人还可以教化，所以应该要废死，那现在大家就冲向第二个目标，就是好，那我们如何让他们可教化，学会这些事情？对。那所以就是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可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连法律界我们这已经平常高度处理这些事情还这么分歧，那一般民众怎么办？对，我觉得这是对整个社会安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个议题上。不过有一个论述是说啊，国际社会就有一个废死的趋势啊，感觉起来好像死刑变成某种标签，就是不文明或什么之类的。查一下，现在民主国家说是还有死刑的，大概就是美国、日本还有台湾也被列入其中。其实美国甚至在2022年还是全球执行死刑第5多的国家。所以这个所谓的国际废死趋势，你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做解读。例如说美国它还是有啊，日本也都还是有啊，那他们为什么都持续着来执行？那他们的逻辑上面，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脉络上，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就是国际直至去年为止啦，大概国际上那个已经取消死刑的国家有113个国家。对。那如果说你要单纯以国家数来说的话，好像那个废死的国家很多，就是过半嘛，可能将近有60%。对。那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向来台湾都以美国马首是瞻，我想指出的是，美国也不是全部的州都是有死刑。对，那基于我初步的很粗浅的研究，其实发现他们很多是虽然是有宗教信仰，但是反而是在宗教信仰很深的地方，他们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印报理论是适合的，符合他们的期待、内在的民族性以及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但如果我们以宗教性来讲，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因为欧洲整个都是天主教国家，几乎都是。对，那为何欧洲的他们的论辩的结果反而是
取消了死刑这样的制度。那我只能说，这可能跟美国的民族性确实有关系啦，因为他们就是到目前为止，那个宪法的持械的权利还是一直有，对。那所以说，就是他们认为要就是捍卫以及保护他们的财产，对私有财产是一回事。那如果是谋杀人命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更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就是报应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了。对，那这是美国。美国感觉起来，他们讨论，例如说堕胎的议题很敏感，讨论的声浪很大，然后两边的说法也都是走两极化的那种方式在讨论。是，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不过一直以来印象当中，美国对于堕胎类似像这样的议题讨论度就很高，对生命权。可是奇怪，我好像仔细想想，他们对于 face 的讨论，就印象当中一直不是在他们 priority 上面很前面的位置，对不对？有些州他们确实是没有死刑，对，那他们不是统一的 face， 所以说导致说，据我理解，就是他们甚至有一些罪犯会，特别是跑到没有死刑的州去犯罪，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概念，因为最近讨论堕胎比较多，这个概念跟堕胎的他们在做执行的想法好像有点对。日本也是感觉起来算民主国家嘛，但是还是有死刑的。但是我觉得日本的情况有一点特殊，因为说实在，就是日本跟台湾都是属于战后民主啦。对。但那日本的民主，它可能是比较追溯到就是明治维新之后。那我们台湾的民主又是从日本那边带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日台会承袭同一种的那个内在的民族习性。就他们讨论的文化脉络的背景会比较相似。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是有点跟随着那样的一个脉络啦。但是因为日本他们是在比如说幕府之后就直接切民主，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如果让我自己称我会称之为它还没有断干净。你跟先前的比如说是因为对台湾之前是清朝嘛，清朝日本。然后就到战后了吗？你说以台湾自己本身来说，那如果对应于日本的话，他们也是直接从幕府时代切换成就强制民主了。那所以你先前的那些原本执行的那些法律并没有变更啊。那民众也就很习惯，就是说我们原本就存在的，你就不会去废掉啊。对。那我们台湾更是如此特殊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之后，那我们并直接承袭了原本的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那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啊。而且有些东西是内化在那个文化的基本价值里面的。甚至到一个程度，大家会直觉反应。我例如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嘛，我最近在我的社群里头就有看到，好像有妈妈们在做一个提案，要叫大家去联署。他提案是说呢，什么虐童致死的。然后要唯一死刑。对，我就想到说，哇，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公民提案是要求要唯一死刑，可是同时已经在讨论废死的议题了。你就知道中间冲突是很大的。那大家会连接到唯一死刑，就是回到我刚刚讲，有些东西是已经很内化在我们的文化讨论里头就已经有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以目前来说，台湾真的适合来讨论废死这个题目吗？我觉得我们适合讨论它，但是不适合就是一夕之间要去用一个判决去完全的推翻。对，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造成的那个民意反扑会相当的剧烈，甚至容易产生一些不理性的行为。认为说好啊，反正废死了嘛。那以前有部分的一些杀人犯甚至扬言说，认为杀一两个不会死。对，那或者说就是他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去吃牢饭。对，那这样的行为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说不定会触发这些本来就是边缘人格者的一个就是不理性的过激行为。对，那到时候整个民意的反扑会更大。对，像这样子的考量，难道在 face 的国家都没有吗？我也还蛮好奇，因为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题目，我想说，你有一个尚方宝剑，你可以挂在那边，你不要用，可是你最起码有个东西挂在那里，就像我们家要修理小孩，有个家法挂在那，我不一定要用，可是小孩看到那个就知道我有这个东西嘛。是。如果你连尚方宝剑都没有的时候，那整个社会会觉得说，我连看都看不到啊。现在都在讲那个乡民正义啊，那有时候就会变成私刑了嘛。你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会不会反而是变相去鼓励私刑？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变相会去鼓动那个乡民正义的那个大旗挥起来，更是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讨论，难道当初其他的国家
在做废死的这个过程，他们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讨论嘛，或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担心？就我的了解，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他们是慢慢的透过很漫长的，可能数十年的讨论，上百年的讨论，才一路走到现在。上百年都有哦。欧洲国家他们的内在的文化是不断的去论证这个人性尊严，然后生命这些哲学，对，甚至是什么样的刑罚、犯罪学怎样的犯罪应该处于怎样的科刑，这些都是在漫长的讨论之中形成的结论。对，但是台湾的话，虽然也有废死运动，也是酝酿了一些时间，但是社会其实你说开启对话，我觉得那是没有对话。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各说各话，那不是真的对话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开启讨论，何时该开启？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好时机。你自己想象怎么样可以有对话的基础啊？因为我老实说，我现在想象不到，因为双方真的就是一直还是在各说各话。对话的基础现在是有点像是被强迫开启的一场对话，不得不开启，因为有一方提出了这一个诉求嘛。那大法官也受理了。对。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5个月后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那当然我们我们有猜测，那我们的猜测也许是在这个夹缝中最勉强可以绕过去的一个做法。对，就是同时也维持了像夏主播您刚刚讲的这个有个尚方宝剑在这里，但是严格去限缩我怎么适用，但是至少它的嚇阻效果要存在。可是如果我们对上一些认为是愚虐杀人的这样子的犯罪者，那这个尚方宝剑对他一点用都没有，甚至一心求死的，不敢自杀又一心求死。但我们不是鼓励这个自杀行为，对，那但是他们也就是不管你有或没有这样子的最极端的刑罚，他都会去做，就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可能是比较边缘性人格或极端犯罪者，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话，它既然已经被迫的开启，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必须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对话，甚至如果这一次是一个我们所猜想的情况，或我们所不乐见的情况，造成一个更大的对立，那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去算是大家共同忍受这个历史共业，要开始对话，社会成本会很高是没错，而且我们其实很担心的是，把这些愚虐的这个暴虐的行为，他去对这些儿少去做，像我们比如说像虽然别人提起来，但是像之前那个立法委员王婉玉的小朋友小灯泡的案件，对，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施展这种暴力行为对象，当是对到小朋友的时候，那真的是在社会上是几乎零容，真的是零容忍，完全零容忍，对，完全零容忍，而且这样的情况说不定大家有在讨论啦。那如果法官不判下去，如果假设到时候冲突更爆发，法官就是没有判他死刑，他反而判无期徒刑，那法官会不会变成被报复的对象？是，对，所以其实整个的冲击会很大，社会是要付出的成本更大。你刚刚提到小灯泡这个案子，这真的是你看这么多年了，其实一讲起来心里头都还有一种没错，对，真的有点气愤的感觉啦。所以我在想到这一次你刚刚提到对话，倒是在宪法法庭刚刚看到正反两方的论述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从被害家属角度出发的论述不是没有，但我真觉得是偏少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在讨论这个议题，常常每次新闻媒体还是会去访那些指标性的个案的被害者家属嘛。对，访了这么多年下来，你会感觉到他们一个情绪就是越来越无奈，然后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们讨论这个议题，这社会很伪善，这样那种感觉。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我的想法可能跟一般的论述会有点不同啦，因为通常对被害者家属，他们情绪可能他们记忆点永远停留在家人被害那个时刻，对，然后数十年一直过不去。对，那我比如说，容我举例，就是说像苏建和案，被害者的那个吴氏夫妇的亲人，他人存在，那数十年来他的情绪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他一直想要找出真凶。但苏建和案后来就是透过我们司法的更多的一个后续的审理，被证明是冤案。那但是家属他永远不是这么认为，他情绪就留在那里，他认为就是他们应该就是共犯，要杀人偿命。可是这样的状况是有一些冤案的骨牌所造成的。那我们如果先不讨论冤案，但是如果讨论被害者家属，那在这么多年他只
只有一个选项，认为说这些凶手应该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执行死刑，但是他永远没有其他选项的时候，他心中就过不去，甚至如果说是执行死刑了，因为像苏建和案有一位真正的真凶，他真的伏法了，对，可是家属还是过不去啊。对，就是说有没有执行死刑这件事情，我认为不会为他带来快乐，根本不可能有快乐。对，怎么样都不会有快乐，怎么样都不会有快乐。那出这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不存在？我认为会有，但是那口气过了，情绪还是在，伤痛还是在。所以我认为除了法律的执行层面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对被害者家属的这个相关的心理方面的咨商，或者是有办法陪伴他走出来。对，那我觉得更多的要让大家看见被害者的伤痛，而想办法在被害者这边去加以抚平，而不是只是针对加害人。因为那样子被害人不会感到任何的抚慰。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事，但其实是一码归一码，一码归一码。对，他不会因为假设真的这个人伏法之后，他心里头的伤就愈合了。对，之前读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论述啊，就是说改变需要一种仪式，一种机制去转化。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家对于被害方这边的一个更多的照顾，那可能会远大于说对于加害者不断的提高刑责。因为假设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对于儿少，如果说就是杀害儿少，然后唯一死刑，对，那当一切的刑罚都已经拉到最高，还是没办法改变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绕出这个地方，然后提供更多的可能的选项。我觉得这才是未来如果还会继续对话，这是一条路。对，现在在整个制度面有做像这样的努力，或是尝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来帮助被害者家属，来疗伤好了，或是来治愈他们心里头那个一直过不去的那个坎，有像这样子的讨论吗？有要开始了吗？其实先前我们有成立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修过相关的法律。那至少在比如说像重伤害，然后死亡以及像性侵害的这样的相关犯罪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被害者的家属可以以及被害者本人，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补偿金，那至少在经济上可以提供一些比较稳固的一些支持，这是第一步。那另外我们近些年来一直有在推修复性司法，对，那其实就是透过说在刑事法律的审判之外，然后提供另一种就是与被害人然后一起去沟通，那提出可能的补偿方案、和解方案。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害人也可以不管是不是派律师代表，也可以直面这个加害人，然后甚至是去就是提出一些要求，或者是表达情绪。对，因为我有处理一些案件，确实也是有进行这样的修复式司法，是成功的。是有成功有失败。因为我有听过，之前有访问，然后也是专门在推修复式司法的一个单位，是在聊到感觉起来推起来也是阻力蛮多的。对，因为他要成功，其实必须方方面面条件都能够配搭得上，包含所有相关人等都有那个心愿意，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例如说我被害者家属我愿意，我被害人我愿意，但反而是加害人那一端他不愿意一起来跟我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就没辙。所以每个人都要配合，光是这个客观条件要达成，其实就很困难了。没错，我可以稍微举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唯一有成功的例子，这是唯一有成功的例子，在不透露这个案情太多的情况下，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性侵案，然后被害人自杀。对，然后那家属方这边就是那我一直去近3年来的审理过程，我一直陪伴家属方。对，那一开始本来是不起诉的情况，然后后来经过我们在意，还不起诉。对，一开始不起诉，因为认为就是没有证据。对，那所以经过我们在意，算是逆转翻了。然后后来进入审判，那一审是判有罪，那进入到2审的过程，那我们就是在法院和地检的检察官那边的建议之下，我们进行了修复式司法的尝试，沟通了很多次。那家属这边这个其实情绪很多，当然是情绪非常多，对，那但是还是很努力的去尝试去做沟通。那很多时候是直接去对对方说出我们就是内心的这些情绪，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让被害者家属被看见、被听见。那他可能确实是一个方式，
它不见得是最正确的那一个，但是至少让他们把那个情绪是有地方去倾诉的。对，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抚慰的过程。但你说的成功是怎么样算成功？至少有和解成立。就是大家的和解成立是说民事和解成立，对，但是刑事继续审。对，而且我们这边的要求是说，如果你获得缓刑，你不得上诉。就是你有罪，然后但是获得缓刑，你不可以再上诉了。因为我们认为是有罪嘛。我们认为有性侵这件事情，他认为没有性侵。对，那所以大家勉强同意说一个结果。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双方勉强都还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对于家属来说，如果到时候真的照这样的一个设定的方向去走，他们心里那一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接过去。这件事情会翻了一页。是，我觉得这对于被害人来说，或被害家属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是，也其实我们在讨论 FACE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真的留给被害人家属这一块有点太少了，那个篇幅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太少了。我认为家属的声音当然绝对我们应该要听见和尊重，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提供的选项就是只有一个选项死刑有或死刑没有这样子，对，那对于家属来说他能怎么办？我觉得社会或者是我们就是各权力单位啦，能够做的事情是去开发出更多的可能的选项、替代的方案，对，然后用这些东西去让家属去思考说他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其实还蛮乐见像你刚才分享那所谓的成功的案例，让大家知道是有其他可能，就是他能够想象，他从别的案例当中能够想象自己的案子可以怎么进行，或自己的心理状态能够怎么样，或许可以反而得到疗愈这样子。对，因为我一直比较偏重的是说对于被害人这边的一个保护，然后我认为加害者这边你无论再怎么重的罪，即使是死刑，我都不认为，我不是反对说就是死刑这件事的存在，而是我认为死刑太廉价。对，死刑太廉价，你直接抹杀他，你没有让他就是忏悔的时间，甚至让他终身忏悔，抱有这个东西努力的活下去，然后去做其他东西能够尽其一切弥补，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选项。但是一旦在这个时间点直接终止了，那未来那些可能的选项都不存在了。这倒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点。对。所以其实其他国家就是的一些死刑替代方案里面，那他们就是可以考虑无期徒刑假释，然后但假设时间要延长，不能说轻而易举就10几年关出来就没事了。但还是可以假释啊。对，那所以其实我们重点不是说不让这个人永远不能回到社会，而是说我们一开始有讲，我们要去教化他。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可以被教化的，那我们也希望更生人的这个价值是存在的。那我们其实要提供更多的选项，让他能够努力看见他的忏悔，看见他的赎罪。对，那这些东西必须要透过严格的程序。对，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对，那就像我们先前也有跟其他同事们讨论过，叫他们做一些比较难的事情。我们甚至讨论过一个像工程师一样去写 code，对，不断写程式，然后去逼他激发他的潜能。对，让他做难的事情，但是对社会要有贡献。就是说他的人生是为了赎罪，他确实做了一件令人所不能接受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如果他希望珍惜和希望赎罪，那我们认为说其实可以给这个机会，因为杀掉就什么都没有了。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选项的可能性。所以你们现在想象到底有什么替代方案的选项？大家实在是没有什么想象力，就是反正就是无期徒刑嘛，然后就是说不可以假释这种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假释，而是说你在这个监狱中，你在服刑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些什么嘛？那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其他更多的可能性。那像甚至今天就是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像当初那个英国把一堆人犯罪者，然后流亡到澳洲去。把他流放，把他流放澳洲去，但他去开垦啊，让他去开垦牧羊这样子。对，就是让他去做余下的人生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是必须透过某种机制来换到你假释的可能性。你不能只是在监狱里面去，就是在那边写春联啊，然后折那些什么花灯啊。对，就是你做这些事情，或甚至抄心经，可能都被害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对，或者是有一些会固定写信。然后写信给被害人的家属。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有各种可能性。
但问题这些东西必须要让这些人还是活着的时候才有实践的可能。对。但如果一旦拿掉生命，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才说死刑在我心中其实是有点廉价。对。如果真的是可教化的，那也或许 OK。是。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你们自己业界有律师，从原来赞成废死，到后来是坚决反对，因为他碰到的案子就是让他整个想法不一样，代表这世界上确实有人是不可教化的。是。那碰到那个对，那碰到那样的状况，你又没有死刑这一个，就是还有什么能够替代啊？其实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大家好像忽略说，就是最严重的犯罪，我们是死刑或无期徒刑。对。无期徒刑的存在，其实它是更长期的隔绝于社会之外。那我记得，应该说，我们都应该知道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刺激1995》。哦，好喜欢那部片。对，《刺激1995》。那里面的他冤错假案啊。对，我还不要说主角，我说那个摩根·费里曼，最后他终于假释出狱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回归社会。他对于这个社会一切是陌生的。对。那在那个情境里面，我们其实发现说，无期徒刑的把一个人关到他驯服于那个体制，驯服于监狱里面的体制，他在里面是最自在的状况。但是他反而一旦回归社会，他什么都不会了。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说无期徒刑他的惩罚对一个人，他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精神折磨了。对。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想说没有死刑，那对这些毫无所招吗？这样子。那我认为其实还是有机会，只是无期徒刑只是关着，好像也浪费时间。所以我才强调说要有其他的做点什么的这个选项。对，不然我们放在那边把人关起来，那而不去试着教化，做这样的一个教化的事情，那其实就一样廉价。我觉得一样廉价，而且大家会很讨厌。就是另一个论述就产生，为什么国家要花钱去养这些人？养这些我们认为已经不是人的人。对。那我其实要强调说，现代民主国家不应该把任何人视为非人这样的存在。对。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价值的话，应该是努力去找答案，而不是现在就说杀或不杀。我觉得这样的选项可能就是对于一切不管正反双方来说都太廉价。不过现行的状况之下呀，其实判死的整个过程是已经很严谨了嘛。是。因为法务部的在当时这个宪法法庭辩论当中，他们也有提出一些数据来告诉大家，就这几年的时间总共多少命案，然后只有几件判死，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死刑过程是有多严谨这样子。所以他到底要经历几个程序才会真的判死？那甚至说这一次提出来的这37名死刑犯，我印象中最长时间有人已经关了35年了嘛。幸福。对。等于这35年的时间他都没有执行，他应该是经过反反复复的一些司法救济的程序。是。甚至我现在提出一个违宪的这个诉求，整个案子又必须被pending下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在台湾杀几人不会怎么样啊。对。不用偿命啊这种。对，就会有这种论述出来。所以其实台湾要真的判死是有多难，以目前来说。我们一般的程序当然就是3审定验嘛。对。但是只要当然另外还有救济的程序，就是再审和非常上诉。那如果说你发现中间有疑点，那这案件就会在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之间不断来回跟1、跟2、跟3审之类的。它可以跟到无限多吗？也不能说跟无限多，还是有一个上限，一定还会处理。所以我们那个近10多年来，就是我们有这个刑事妥诉审判法，就是说在8年之内如果没有办法定验的话，那就是你就是要做出一个了结。对，就一定要有一个结论出来。对，就不能让案件无限的来回。对，无限的来回。那所以说特别是死刑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刑罚，那以现在的台湾啦，以现在的这样的我们的司法体制来说，以及这样人员的增补，我觉得以现行的情况下来说，死刑的判决它其实已经是出于真的是一个严格的检视。但我不会用什么习惯的例稿说什么求其生而不可得，对，无教化可能性，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认为说判下去的法官们，他们确实是经过非常呕心沥血的一个思考和煎熬。其实法官也是在煎熬的。因为我们正常人不要说杀人，我们就是你判决下去要让这个人死，
这件事情，对法官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对啊，所以说其实以目前的审判的品质来说，我是相信说现在的法官是他们心中会有一把尺，认为说这个人有隔绝于社会的必要，但是这样的一个判决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连提供给法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那民众要怎么去选？是不是在现在台湾，其实真的这种误判冤狱的案子，基本上就不大会存在吗？因为已经这么多层了嘛。因为死刑怕的就是这个啊，一旦杀错就来不及了嘛。是，我觉得冤假错案的相关的东西，永远都有可能发生。那当然这也是这个支持废死的其中一个主张，一个论述，对。那相应的。反对废死就是说，那如果是完全清楚没有冤错假案，比如大家就提出正结嘛，对，像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像小灯泡那样的案件，那这么明确的，那怎么处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冤错假案是一种可能性，那我们要正确的去想这件事情，可能就要提出说，好，那我们到底认为这些罪犯要怎么办？我们认为有没有冤错假案的可能？所以为了因应这种可能，我们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我们又应该要做怎样的更细致的处理？对。那当然无可回避的，就是最后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我们心中认为的就是残虐的这些人？那我觉得这可能就要回归到最后人性的选择了。这好需要时间，然后社会上必须要广泛的对话。我非常认同蔡律师你刚刚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在一个基本上有民意基础的条件之下去做出决定的话，那社会要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可是实际上做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好的讨论，让我们整理一下，重新想一想我们对这件事情态度是怎么样。就像在这一次的辩论庭上头也有提到八尺门辩护人嘛，你有看吗？我有看。我觉得应该每个法律系对，那个实在是点出了太多一般人可能在看案件没有想到的层面。然后书里面设定的那个法务部长，他讲一句话，因为不杀所以必须杀，大概是这个意思。对。那个你都会觉得说，虽然它是戏剧或者它是书，所以它有一些情节比较夸张式的方法在呈现，但是它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在逻辑上面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这个确实承载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已经经历过真的很多的错杀，最著名的就是当然就是江国庆案。江国庆案。那个另外还有一件是我认为它也是一件冤案，但至今没有平反，但是人已经杀掉了，叫卢正。卢正也是这一次讨论蛮大的，也是讨论蛮大的。那其实像今年1月的时候，那个冤狱救援联盟那其实他们也有去就是在向最高检察署提出对卢正案的一个平反这样的一个主张了。那我只能说，当冤错假案如果它还是会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对于这个司法体系其实要抱有一定的距离跟怀疑。对。哇，这个好大的挑战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说，司法就是我最后可以信任的了，他是最后可以帮我主持公道的了。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还是需要保持一点点怀疑这样的。我说的一点点怀疑其实是本身是法界的从业人员，我们的一点点怀疑，但这个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社会就是超过70%的人是不信任司法我们超过70%人不信任司法，但是我们在死刑这件事情上完全相信法官，这个不会有点荒谬吗对啊就点出另外一个盲点了。对，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啊。对。不过在死刑这个议题上啊，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大量的对话跟大量的同理，不同立场他们为什么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八尺门辩护人》这部作品，因为它还蛮深刻的刻画有很多的可能性，是我们如果只按着自己的脉络去思考，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的。是，再次感谢蔡律师，我也感谢主持人。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点许愿池连结留言给我们哦。同时也邀请大家追踪 T Radio 的脸书粉专，在这边除了有新闻幕后之外，还有其他好内容都一并推荐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下周4再见，拜拜。谢谢。